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 Midnight 频道，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让我们一同讨论。不久前，我们在一家名为先驱太阳报的新闻网站上发现了这样一篇奇怪的报道。事情发生在2023年的3月时，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处还未动工的空地，它的主人打算在这里建造自己的房屋。可是，在同年的3月9日的凌晨时分，这处工地上的一台监视器却拍摄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此时的时间是凌晨的3点17分左右。从这段监视录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像是人影一样的物体，却突然出现在了这处空地上。紧接着便是一阵急速的警报声。据报道中讲述，这个声音来自于工地上安装的一台运动侦测设备。而在这一幕发生的不久之后，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也出现在了监视录影中，但似乎他却并没有发现异常。那么这个奇怪的白色物体又会是什么？据这处土地的主人讲述，当时很多工人在看过这段监视录影后，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只出现在监控器前的飞蛾而已。但很明显，这些昆虫是无法触发运动侦测设备，并让它们发出警报声的，因为这些安防设备是安装在四周的这些围栏附近的。而在这篇报道结束时，记者也并没有就当晚发生的这一幕给出明确的解释。Number 8. 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是由 Disclose Springer Grim Reaper 频道所分享的，时间是2023年7月31日。据称，这是他们的一位澳大利亚的观众在当地的一处名为拉福顿的小镇上所拍摄的。拉福顿是位于西澳大利亚首府珀斯市以北约590英里处的一座偏远小镇。而影片中我们看到的这只诡异的生物，据称则就是一位在拉福顿金矿工作的工人所发现的。看过这段影片的不少观众形容这个生物就像是我们在某些科幻电影中看到的外星生物那般，让人感到了不寒而栗。我们从它那细长的身体上似乎根本就无法区分它的头尾。也有观众认为，或许这处金矿在挖掘中无意地释放出了一只我们还从未发现过的新物种。也有人称这似乎是竹节虫科的某种昆虫。那么对此你认为呢？又或者你可能会认识这个可怕的家伙。Number 7.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 TikTok 用户 FunAnimals 所分享的。他在这段影片的介绍中写道：如果某些人认为自己见过真正被吓坏的动物，那么接下来的这段不明来历的影片或许会刷新他的认知。看过这段影片的不少观众们也的确对于这只狗狗的举动感到了困惑不已。大家不清楚此时的这只狗狗到底遭遇到了什么，从而让它如此的躁动不安。有人注意到它似乎从画面的右侧发现了些什么，因为在这段影片的开始时，这只狗狗一直就盯着那个方向。或许此时正有一名不速之客偷偷地溜进了这户人家的院子里。然而当这段影片即将结束时，这只狗狗在挣脱后却向着画面的上方逃走了。因此不少观众认为狗狗一定不是为了去攻击某人，从而才变得躁动不安的。大多数观众猜测，此时它一定是发现了某些令它感到害怕的东西。从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狗狗在试图挣脱拴在窗前的铁链时，它甚至出现了失禁的情况，
而这也是不少家中饲养有宠物的观众们从未见到过的。那么，你觉得是什么吓坏了这只狗狗呢？在下方的评论中，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Number 6. 2023年7月3日时，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 FB 用户 Bobby Lee Oates 向大家展示了这样一些他在昆士兰州一处名为吉堡的沙滩上的奇怪发现。这是一具上半身看上去极为像是人体一样的骸骨，但它的下半身却让人感到了困惑，因为这个生物看上去就像是长有一条细长的尾巴那样。然而 Oates 的这一发现也让不少观众将它跟传说中的美人鱼联系在了一起。据 Oates 讲述，几天前他来到了昆士兰州度假，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天来吉堡海滩上的天气却非常的糟糕，直至7月3日这天清晨，天气才开始转好。可是当他来到海边散步时，却发现了这只被海浪冲到岸边的神秘生物。当 Oates 在发现它时，它的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好奇的游客。据称 ，Oates 发现它的这片区域曾经是一处供游客们露营又或是聚餐的开放场所，但由于近些天来天气的原因，所以它并没有对外开放。而这也使得不少人认为，那或许是某些游客在之前埋到沙子里的一些兽骨，或许这只是某人的一场恶作剧而已。可是据 Oates 讲述，这具骸骨的长度却达到了2米左右，而且我们还可以清楚地辨别出它那圆圆的脑袋以及早已腐败只剩下骨头的胸骨骨架，而且在它还没有腐败的皮肤上还出现了很多白色的长长的如同毛发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生物到底又会是什么？随后 Oates 跟发现它的其他一些游客便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当地的警方，可是至今为止他们却还并没有得到关于这个生物身份的明确回复。Number 5. 近日有这样一段离奇的影片被不少网友转载到了各大短视讯平台上，而最令大家关注的则是影片中的这名男子，他是一位来自南韩知名乐队 La Boys 的成员之一。据称这是他们的一场演唱会的录影中被拍摄到的可怕一幕。此时这位名叫李在贤的成员正独自站在舞台上向他们的观众们致谢。然而一个令人感到有些诡异的画面却发生在了这名男子的身上。对此就曾有不少观众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有人就猜测这或许是拍摄时相机出现的某种故障所导致的，例如他将某些画面重叠在了一起。虽然这听上去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解释，但还是有观众认为这种猜测并不能完美的解释这一幕，因为这只手有些时候看起来就像是被这名男子遮挡住了那样，而他也并不是出现在了这名男子之上的。从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这名男子在移动时，似乎这只手臂就已经在他的肩膀上了。虽然这段诡异的影片让该乐队的粉丝们感到了困惑不已，但至今为止我们却并没有找到该乐队对此次事件的任何解释。Number 4. 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不知从何处传来怪声的影片，它们的内容大多是人们在夜晚外出时听到的某种类似人类的喊叫声，而通常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很多人认为那只是某些野生动物发出的叫声而已。然而在不久前 Reddit 用户 Tim Davis 似乎也记录到了这样一种相同的现象，但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声音却是在一场雷暴天气中出现的。There's a sound screaming, it's like a scream. It's so freaking loud, and it's coming from up in the air, like up there. It's been going on now. What is that? I swear I saw like this thing when the lightning was flashing a second ago. What the f***? Dude, that's coming from like up in the sky outside of my apartment.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Tim Davis 正站在窗前，疑惑地寻找着这个声音的来源。
据分享者讲述，这听上去似乎并无法用某些动物的咆哮声来解释它，因为这个尖锐的声音非常的大，而且听上去它似乎是从夜空中传来的。对此有一种猜测，认为那或许是某些工厂内设备上的压力释放阀在工作时发出的声音，但 Tim Davis 却注意到这些声音是在闪电出现后他才立即响起的。而且从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规律似乎不止一次地发生在了这里。那么这个恐怖的尖叫声到底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It's like a Number 3. Como ven, miren, aquí. 不久前 ，TikTok 用户 El Patron 向大家分享了这样一段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影片。这是分享者在他工作的这处事故车辆的停车场内所拍摄到的，所以这也使得很多观众认为，或许这里的确存在着某些令人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Que ya va a oscurecer. A este Mercedes lo balacearon. Lo balacearon y el señor o muchacho no sé qué haya sido. 此时，分享者正向大家展示一台出现了许多弹孔的汽车，据称这是他们从当地的一场还未侦破的谋杀案件中找到的。Luego aquí otros 3. No, este como que sí. 但也就在这名男子准备带领着大家去查看这起案件中出现的另一台车辆时，真正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发生了。Ah, cabrón, oigo ruido. ¿Qué pedo aquí? Ah, su chingada madre. ¿Y este güey que me viene siguiendo qué? 此时，一台缺少一只轮胎的汽车正缓缓地向着这名男子驶来。当分享者惊讶地围绕着这台汽车查看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汽车后方的地面上留下的这条深深的痕迹。Si nomás tiene tres pinches llantas. ¿Es el pinche radiador o qué? 然而，这台汽车此时显然已经无法启动了，因为它的很多零件已经在事故中被损毁，有些甚至被工作人员扔到了车里。那么，刚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幕又是否与某些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有关呢？虽然大多数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段自导自演的恶搞影片而已。但是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这名男子在围绕着汽车四处查看时，我们却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可以拖动这台汽车的绳索。那么，分享者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Párate, cabrón! ¿De dónde vas? Pues quién chingado viene manejando a este carro o qué? Number 2. 位于美国加州的圣克鲁斯有一处著名的海滨步道游乐场，这是一处建造于1907年，并且是加州历史最为久远的海滨游乐场，所以每年它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但是由于这里还存在着很多的老旧游乐设施，所以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规定，它也只是在每天早上的10点左右至晚上的9点左右对外开放。而且按照规定，这些游乐设施也需要在每天接待游客前以及结束营业后对他们进行相关的测试检查。可是，在2023年的7月17日，却有几位游客在附近的海滩上散步时，无意中看到了游乐场内出现的这样诡异的一幕。这段影片是由一位名叫 Jalen Rich 的游客在当晚的10点左右所拍摄到的。此时按照规定，这里已经结束营业近1个多小时了，所有的游客也早已离开了这处游乐场。可是他们却发现了这台正在测试的游乐设施上，似乎还有一名没有离开的游客。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正在运行的游乐设备上却出现了一个如同烟雾般的奇怪人物，而且他似乎还在不停地移动着自己的身体。而随着这台设备逐渐下落，这个奇怪的人物也渐渐地消失在了这里。
而且此时他似乎正从这台游乐设备的内部探头向外张望。据 Jalen 讲述，当他们在看到这一幕时，他们也感到了难以置信。根据 Jalen 的了解，这是一处名为 Double Shack 的游乐设施，建造于2005年，它的高度大约有125英尺。所以 Jalen 认为，当晚他们看到的一定不是游乐场内正在检查设备的工作人员。那么这个奇怪的人物又会是什么？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2022年9月时，一位名叫 Isisha 的 Reddit 用户向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不久前，这位粗心的女士无意中发现她的婚戒已经不在自己的手指上了，于是她便焦急地开始四处寻找。据这名女士讲述，家中她几乎在能想到的地方，她与丈夫都找遍了，可是都没有找到。可也就在她的丈夫劝说让她放弃寻找时，这名女士却突然间想到了，或许戒指根本就不是丢在家中了。于是她便查看了当天她在工作时的这些监视录影。然而这段录影却让 Isisha 感到了困惑不已。据 Isisha 讲述，她的工作是一名保姆。这是雇主家中厨房内监视器拍摄到的一段录影。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天清晨，当这名女士在来到这里后，她便忙碌地开始了这一天的工作。但也就在 Isisha 站在橱柜前整理着那些餐具时，她手指上的戒指却掉落在了地上。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戒指却像是蒸发了那般，消失在了这段监控录影中。而这个故事最诡异的可能还并不是这些。就在这名女士发现这段监视录影的第二天，她的丈夫却在家中客厅沙发前的地毯上找到了 Isisha 的这枚婚戒。那么戒指是如何从几英里外的雇主家中回到 Isisha 的客厅里的？对此就有观众认为，或许这名女士遭遇到了一次平行空间中发生的错误事件，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她永远都不会找到这枚戒指了。